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V 爸，欢迎来到我们的双 V 频道。各位观众啊，V 爸 V 妈，今天啊，利用前几天去船机哈，船机我们是被大浪打回来的啊，因为浪太大，好可怕。对，我们船机剩下来的 ASA 其实也还没怎么打哈，不要浪费，我们就带来福隆渔港这边，我们来基钓。对，这边一大头，看满满的哦。这个是用什么饵料的嘞？对啊，这是用南台湾出品的基法丝，还有黑毛稻。对，我们再加上生牌南极虾，我们调制而成的。对啊，看看今天这边的鱼捧不捧场啊？对呀。对了，我跟 V 妈最近啊，怎么样？养了一只小狗狗。对呀，好可爱哦，超可爱的。最近啊，我们先把这个新进的嗨卡尔啊，对，把它训练好了，相信不久的将来啊，它就能上船，跟我们一起露脸了。对，一起去。怎么样？去海钓，当嗨卡尔第2号。对，那希望他平安快乐长大。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上船作业啦。对，各位观众拭目以待啦。对啊，看看以后看看我们那个小可爱，那个小可爱叫什么名字啊？菜桃。菜桃，很可爱的小菜桃。对 ，OK， 好，各位观众，那给我们加油。对，好久没基钓了啊，在码头这边嘛玩玩看啊，看今天有没有啊？对啊，今天一定有啊！哇，有一个哇，好，加油啦！好，双 V 加油！V 妈在那边开钓了，嘿嘿嘿。水很浊。2 hours later， 都没有人，就只有我跟 V 爸。我们被福隆渔港的大风浪吹回来。对啊，那边风浪太大了，又跑回来奥体渔港这边来钓。这个位置不错，好，来打 ASA， 继续打 ASA。很好，赶快把乌鱼又过来。钓鱼啊，人怎么不见了？竟然跑到这边来偷懒啊！这样舒服吗？舒服哦，还遮阳嘞。还遮阳哎，真好。想说奇怪怎么人都不见了？原来是跑来这边来玩手机哦。对，朋友联系回朋友信息啊，这样子哦。很惨，听说大家今天都不咬一个流水，没关系，打龟也很开心，多惬意啊！来喝咖啡。今天看样子应该是打龟。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嘛，跟观众们聊一聊有关于买这个小渔船的事情啊。有很多观众嘛会很好奇。V 爸 V 妈购买这条小船哈，到底难不难？来跟大家聊一聊吧。第一个，我们要买渔船，根据 V 爸 V 妈这2、3年的经历我感觉一切都需要2个字。哪2个字？随缘，嗯，要有这个缘分啊，对呀，要有这个缘分。哎，我们先说那个购买船的方式吧，无非就2种吧，一个是买新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购买中古的，我们边聊哈 ，V 爸还是边钓，有渔讯我还是要拉鱼的，对。我们先说购买新船吧，
台湾的造船厂非常多啊，也号称是游艇王国。相信有在玩船的玩家哈都知道，台湾有非常多购买新船的渠道，也就是有非常多的生产厂家。可是，在茫茫船海中，你想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需求，还有自己的习惯的用船，其实也是需要千挑万选的哦。那当然了，根据您的预算，还有根据所有相关客观的条件才能来选购一条新船。B 爸 B 妈的小船是 CTS 等级的CTS 等级的，它有船本身船长的限制，还有吨位的限制，还有承载的限制，就人数的限制，人数限制。观众们嘛，就可以发现，你们想要在网络上找寻到一些相关的小渔船的一些内容相关的资讯非常非常的少可能因为台湾渔船本身第一个出口量非常少，因为根据国贸局那边所统计的资料，台湾渔船的出口几乎是个位数所以说它本身因为台湾又采取一个太健全的制度，只能用太除的船的吨位来购买你要新购置的船以这个吨位来抵消那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对于整个渔业政策来说，现在是属于希望它的渔法越来越趋向于环保，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尽量把一些像底拖拖网、流刺网，现在新北市今年的1月1号已经禁止流刺网了那所以说，在整个渔业政策来讲，我相信一个先进国家将来都是发展远洋的渔业，还有娱乐型的渔业对于这种过度捕捞的这种网具的渔业应该是越来越限制了。那所以说，根据种种因素刚刚说到，就是我们台湾的小型渔船的制造也越来越少那所以说资讯嘛，越来越少。好，那也因为这样子嘛，所以说 V 爸 V 妈探寻了几家船厂，我先告诉大家结论好了，找到自己合适的船厂，要新建一条你所心仪的小船，至少的建造日期期间都需要1年以上。所以说 V 爸 V 妈最后决定，我们排除了订购新船好，那重点来了，那唯一的渠道就是买中古船，也就是二手船。那买二手船嘛，当然现在有很多中介在中介这些二手船，可是相关的资讯也是非常的有限那我们也不可能挨个渔港每个渔港去问说，你有没有渔船要卖呀？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资讯真的非常的少。所以说 V 爸 V 妈说，真正能找到一条心仪的二手船适合的二手船，那真的是靠缘分、机缘V 妈对不对真的是机缘。就是因为我们台湾不兴发渔船的船证就船牌不发了。如果发的话，那很简单，大家去订一条新渔船然后船牌申请一个就发下来就可以出港了。可是问题我们不发船牌的，那就算你有钱去买了一条新渔船，你也要找一个适当的船牌能挂上这就是所谓的船牌现在的行情了那船牌CTS 从 CTR、CTS、CT0、1、2、3、4、5、6、7、8都有它的行情在实际发生的价格
那以实际的成交价为主哦。拥有一艘小渔船难不难哦？其实还牵涉到了停船的泊位的问题哦。我们知道渔港，台湾的渔港，有还在使用的 V 妈几乎都客满了吧？对呀、哦，我们先这边看看啊，你看看这边都并排的，都满满的，哦，都满满的，哦，所有的船位都停满了船，对，哦，所有的船位固定停哪个位置这样子，都停满的。对，所以几乎因为渔船都逐渐的汰除，所以渔港除了修缮，我看现在扩建的渔港几乎很少吧。我好像还没听说。哦，能把渔港的清淤工作还有设施的维护工作做好，就已经不错。这是我们这半年多使用的一个心得。哦，那 V 爸 V 妈真的也算是新手渔民了。我们没有资格评论些什么，也没有资格跟大家分享太多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我们购买这条小渔船一些问题来回答大家。有很多人在问说 V 爸 V 妈，你们买这条小渔船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最好奇的问题吧。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客观的说，在台湾，你买一条像这种 CTS 的小渔船，坦白说，真的是比买一台车还便宜的多。随便一台像样一点的车，都是200-300万、300-400万，甚至于500-600万起跳。这条小渔船嘛，不超过200万啊。当然，详细的金额啊，我这边不方便透露。为什么？我们跟原船主有保密协议的有保密协议，因为山不转路转，说实际的金额给大家听，说不定有人欠他钱的，就不还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开玩笑啊，反正总而言之，当时大家已经说了是一个保密的协议，一个买卖，我真的就不方便透露了。这条船是一个5年新船。整体来说，其实就跟新船没两样，因为原船主照顾的密码，对不对照顾的相当好，对，大家看也知道了真的是蛮新的，肯这样子割爱给我们，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他让我们能踏入船钓的这一个门槛那也有很多人说，V 爸 V 妈船钓很简单你们就拿个身份证去做娱乐船就好了。这也是 V 爸 V 妈说不出口的痛对因为 V 爸 V 妈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台湾并没有那种禁烟船嘛，那所以说上船嘛，咱们又不可能说拜托大家别吸烟因为我们一闻到烟味嘛，整个气管会受不了，对，受不了。因为你好，Hello， 有没有？没钓鱼。没钓鱼。无鱼啊。价拢无价。拢无价这放也好，做肉也好，做那里嘛好，都无价今日才买。慢慢钓啦。丰盛。丰盛啦。养船的费用贵不贵？我这样说好了，渔港小型船筏停靠在台湾所有的渔港那都是免费的不需要费用的。那我们使用渔港的一些设施，比方说水跟电那当然都必须也要使用者付费嘛。那些费用都是很少的，因为政府有补贴那跟一般的自用游艇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保养的费用，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V 爸 V 妈这条小船，我们到现在还没保养过呢。因为今年可能就要保养。听说原船主
告诉我们，就是船外机每100小时要保养，我们快到了啊，等到时候保养的时候，V8 V8再分享给大家。那其他平常，反正 V8 是嗨卡，每次回港的时候也不必雇工来刷洗，都是自己啊，把所有的甲板啊，还有污损的部分啊，我们都是自己处理。大概V8都要清洁到1个钟。差不多要1个小时。很辛苦的。对，所以现在我们即将有一个新的海卡会来帮忙。他是靠舌头舔，把你那个船板舔干净。那我们的小菜桃，小菜桃好可爱。新开海卡，对呀。会帮我们来舔干净。夏天去当海狗，下去抓鱼。对，开玩笑。那个。如果各位观众啊，对于就是小船哈，我们的小渔船 CDS 等级啊，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地方啊，也不吝大家啊多多指教啊。我们能回答的专业知识有限啊，也都在不断学习，所以能回答的我们尽量回答，回答不出来的我们问一些先进再回答给大家啊。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此啊。对于 V8 V8 这个小船买船难不难？大概大家都心里有数了。对，还有观众朋友问我们说，需不需要去考小船的驾照？对，这个也是一个重点。V8 V8 告诉各位一个买小渔船的小知识哦。第一个，我们要先去取得小型渔船筏的船员手册，也就是俗称的红本。红本的就是上12公尺以内以下的小型船筏的船员他可以去操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拿着红本开的小渔船就出港去作业了任何人都可以去购买小渔船可是你只要出港作业，你就需要带着你的红本就是船员手册你才能出港作业。那也有很多人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一般人钓鱼不能拿来卖？因为我们渔业法有规定就是拥有渔业执照，你才能把你所捕获、钓获还有捞获的鱼海产才能拿来贩售所以因为 V8 V8 因为这个条小渔船有取得了渔业执照，我们是一支钓还有一绳钓，也就是拖钓的执照，有两个渔法我们的渔获是可以拿来贩售的，而且政府对于渔业从业人员，就是这些渔民我们贩售这些渔获是免征营业税免征营业税。这些小科普的常识分享给大家那人家问，那红本怎么去考红本去考红本红本现在去上课现在好像坊间有今年开始吧，有2种模式。第一种就是之前所分享的在渔业署那边自己自办的课程，在高雄这种自办的课程是每一年的11月份开始就在线上报名，在渔业署的官网的线上报名。那线上报名之后嘛，他会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你能不能去上课。像今年好像有4-5千人报名，然后有2000多人中签陆续去上课。上完课之后呢，那也只不过是有一个结业的证书结业证书现在都是用电子档那个结业证书不是红本你要拿结业证书，拿体检表，还要再拿一个很关键的文件，也就是渔船聘雇你的合约书聘雇契约，你才能去向当地的县市政府申请的船员手册，也就是红本
这么说好像跟过去之前的方式，只不过是顺序颠倒一下。颠倒了那你还是要找渔船的船长，去做约聘的聘雇的这个手续。渔业署的用意嘛，最重要就是希望还是有志的国民嘛来从事渔业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去考红本的人员嘛，国民嘛，有80%、90%以上，我看都是纯粹为了想出来出海钓鱼吧。对呀，对呀。我相信政府应该慢慢都理解到这些问题啦，可能会做一些相应的区隔跟规范，要不然先报名再。B 爸只是把现况现在目前是怎样告诉给大家。对，V 妈提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顺便告诉大家，目前就是要取得红本啊，他的方式是怎么样，对过程是怎么样？我们不做任何批评啊，因为政府行政有它的用意所在啊，希望就是说相关单位能看到这一点啊，然后能把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制定出来啊，免得说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没有讲清楚的状况之下，大家都交了4000块的保证金，怎么最后还是回头要得去找船长？他去哪里找船长？他怎么知道啊？对不对？要找船长签立一个聘雇合约，对，要聘雇合约，对，还要再花一笔费用。对呀，因为大部分的船长不可能说平白无故的签给你嘛，对不对？那不跟以前的推荐去上课一模一样意思吗？啊，好 ，OK，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资讯就分享到此啊。很多都是很片段的啊。B 爸 B 妈就是随性而说啊，没有很具体的整理。希望各位谅解。将来有什么提问嘛，我们再陆续的回答给大家。好，各位观众啊，今天 B 爸 B 妈看应该是打龟吧？因为刚刚我们有个我们的粉丝过去，他们说啊，今天啊怎么屌，怎么咬都不屌，吐司也不咬虾也不咬，梅里也不咬，就是粉耳也不咬，什么都不咬。对，说今天都完全都不咬，因为今天没有流水，对，它都没有流水，又大太阳，所以说看今天 B 爸 B 妈纯粹是出来跟大家开杠的。对呀，好，没关系，我们一样保持着只要有鱼钓，永远不放弃呀的精神。对。今天就是让我们就是打龟啦。OK， 好，各位观众，如果喜欢今天 V 爸 V 妈的影片，对啊，敬请在右下角按订阅哦，免费订阅啊，也高抬您的贵手，给我们个赞，最后一定要开启欢乐小铃铛。好，双 V，加油！